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伊朗反攻打穿美军防线，这当中包括了第5舰队遭轰8架 MQ-9死神无人机坠毁，另外是伊朗祭出的最强飞弹。射程涵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川普这个时候急喊停了，美军是真的撑不住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来特别做关注。首先欢迎在场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士兵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关心美伊战事之前，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按下加入键就可以了。那么也请观众朋友帮我们做分享，如果希望跟我互动，写下私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今天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攻击到底有多猛烈，其实在上周末而已，短短的几天之内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今天周一赶快来更新一下，包括了第5舰队遇袭，还有美军的基地有多个，包括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在地图上的多个基地哪里受攻击来看。MQ-9死神无人机也传出8架被轰炸哦。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战力全面升级，2款飞弹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开巴尔谢肯，现在呢实战来说，他们已经可以透过数据的修正，越打越精准了。第二款是4000公里等级的霍拉姆沙赫尔4，涵盖整个中东地区它的射程哦。最后来看到美军的伤亡到底有多惨重呢？现在呢，来自于美军的说法，阵亡人数从18人下修到14人，而且这下修的原因是因为停火后死亡不列入统计，引发了家属非常愤怒，怒批美军是否在淡化战争的代价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来做深度剖析。最新战况，赶快来看到美军连13天的轰炸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但是没有想到为什么呢？就在周末的时候，川普突然间态度软化了。他说要下令暂缓攻击伊朗，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之前每天都在攻击，现在突然间改变他的态度了呢？外界分析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防空飞弹是不是快速的消耗，爱国者飞弹库存吃紧；第二件事情是美军恐怕在评估一个更高强度的地面战跟特战来做一个准备。不管美军的下一步是什么，伊朗的攻势非常的强烈，我们赶快来看最新的几个重要反攻的攻势。伊朗的攻击已经波及到了3个基地，包括了画面上这张地图我们看到的在约旦的基地，这些都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哦，还有在科威特的基地，最后跟巴林的基地。轰炸的范围包括了机库啊，还有它的营房、指挥处，还有它的燃油库，甚至是装备库等等。这3个基地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第二件事情是第5舰队也遭到了攻击，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8架遭到摧毁。那么另外一头第2个战线现在看起来是在红海了。也门青年运动在本周末再度的锁定了沙烏地当地的石油设施，发射了飞弹无人机，现场炸出熊熊火光。赶快来看现场最新画面。好，所以现在等于说，除了伊朗发动攻势之外，还有也门青年组织也发动了各种的攻势。再来，我们看到伊朗寄出的最强飞弹2款，第一款是开巴尔谢肯中程弹道飞弹，射程1000多公里，最大特色是它的高度机动化的一个部署方式，可以降低美军提前被摧毁他们飞弹的一个风险。第2款飞弹来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霍拉姆沙赫尔4，这一款飞弹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射程了，高达了4000多公里，涵盖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可以到南亚、印度洋区域去了。而且这一次呢，伊朗的飞弹攻击越来越精准了。他们说呢，无论他们可以透过大量的战场数据做学习，来调整飞弹飞出去的路线，屠防的方式也因此提升，还有命中的精准度。伊朗甚至喊说，他们部分的飞弹精准度已经高达了100%。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美军他们现在的拦截飞弹的成本高达了数百万，让他们备受压力哦。航空这个防空的资源非常的昂贵，让他们快要撑不住了。而且呢，现在时隔30年了，美军再度的考虑要来生产爱国者2型飞弹，原因是他们认为已经不够了，
要来快速补充一下目前的库存。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孙委员了，怎么看伊朗这一系列这么多的一个攻势？第5舰队巴林、约旦、科威特，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被轰，红海又有另外一场攻势再起，中东基地已经从前进堡垒变成飞弹的靶场吗？委员怎么看这一波攻势？对，如果我们要问说伊朗到底有把美国打得有多痛哦，你就光看这场战事一路过来，其实都是川普在替伊朗发言哦。川普3不5时就告诉大家说，伊朗打电话给他说要和谈了哦，伊朗找人传话来说要和谈了，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和谈了，和谈的方案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从头到尾伊朗都没有正式的肯定或者是承认川普的这个谈话的内容，所以川普一直不断的在找下台阶，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谁怕继续打下去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在这2次的停战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停战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一次忽然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又停战了个几天。其实这个停战都是美军主动停战的伊朗并没有打算要停战。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其实美军在这场战争当中，其实有一点后继无力的这个味道存在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它的这个军事装备的损耗量太大了，到目前为止，萨德已经耗掉了80%了，只剩下2成的萨德飞弹。光在今年7月，爱国者飞弹就打掉了600枚到700枚了，这等于是爱国者飞弹1年生产的量啊，光7月就打掉了。那么，所以现在美军已经陷入到了另外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哦。但是你回头来看，其实伊朗在这场战争，他准备了20年到30年的这场战争，他从头到尾他有他的节奏跟剧本的，他没有乱打的。他从一开始他就抱定说我要毕其功于一役。我准备了30年，这30年的这个准备，我一场战争我就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哦。所以你会发现，从一开始，伊朗就端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指挥系统。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部署哦，因为他早就已经预期到他的将领可能会被暗杀、会被斩首，所以他一开始就做了这样的布局，代表说他这个战争从头开始，他就是有计划的来做推进。然后第二个，你发现说他用了很多廉价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或者是相对比较低阶的这个导弹，在第一阶段的战争当中，耗尽了美国的这个防空飞弹的系统，包含美国盟国的防空飞弹系统，然后用这个无人机入侵去这个破坏了美国在整个这个波斯湾中东地区的这个雷达的防御系统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可以好整以暇的拿出工具箱，精准的精良的武器，一个一个的来对美国造成重大的这个杀伤跟这个损害那么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做了第3个布局我一直讲这是主场跟客场的问题。美军在这里是客场，对伊朗来说它是主场客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客场做发动战争，关键的问题在于兵力投射的问题。美军以前在中东的兵力投射是靠他的军事基地靠他在波斯湾的这个一系列的军事基地，不管是空军、陆军、陆战队，这个包含这个第5舰队的这个补给，通通都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可是现在伊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场战争在这个停战前跟后来的这个停战后的陆续的冲突，伊朗已经有计划的把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就是他不是只打一次他3不5时就在打了。所以我常常看到说，这个美军大概也不用修他的军事基地，你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炸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军马上就面临到兵力投射的问题了。伊朗现在不只是打波斯湾的这个军事基地他连约旦这么远都打了。所以他主要展现的一个态势是说，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你敢让美国的这个空军或者是陆军进行部署投射，我就摧毁你。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什么？为了下半场做准备了。下半场如果美国的这个兵力投射发生了问题，那请问接下来他要怎么打？那更重要的是，你看最近他攻击的几个点，巴林的这个第5舰队海军这个基地，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美国的兵力投射，我说过，除了陆上的这个相关的基地之外，你就剩下航空母舰战斗群了。如果今天连第5舰队的这个补给休整的基地都被打烂了，那你第5舰队到底要到哪里去进行后勤的补给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在打科威特的这个多哈营地，他为什么要打科威特的多哈营地？因为科威特的多哈营地是美国陆军在中东最大的装备储存跟后勤保养的中心更重要的一点是，科威特的地理位置，如果美军要针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要这个攻击哈尔克岛，那么科威特是最近的位置。
所以今天他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他不断的在攻击科威特美军的这个陆军的基地？其实他就是为了要消耗美军的战力嘛。那更不要讲到说，你看到他最近的这一波一波的攻击，几乎让美国的空军在这个原本的伊朗上空的空军优势都这个失去了。我认为伊朗在做这样的节奏，只有反映了一个重点，就是伊朗没有准备要谈了。伊朗准备要跟美国决一死战，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所以他才会一步一步的把美国逼到绝境了。好，现在看起来是伊朗没有要谈，所以他接下来包括攻击的目标也都非常的明显哦。除了委员刚刚帮我们提到的这个各个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打断他们的补给线之外，还锁定了这个美国的各式的高价武器，而使用的飞弹，刚刚我们特别看到了2款，包括了开巴尔谢肯跟霍拉姆沙赫尔4等等。重点是他们不断的修正，他们发射了飞弹之后又不断的修正，看这个当中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让屠防能力跟精准度再次的提高。这是他们的另外一招，让美军拦不住的一个攻势吗？那吕舰长又怎么看？其实啊，刚刚主持人所特别说明的啊，也就是现在伊朗的各种飞弹，它已经没有测试的过程了，它都是以战代测，以战代训。也就是我直接攻击，那看看攻击的状况结果是什么，然后再进行最后的修正。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的部分了。那这个有关于海巴尔谢肯这枚飞弹呢，它长成这个样子。那它告诉我们，一般的说法啦，是它可以打1450公里。那我们可以从它这边的这个小翅膀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双锥体可控制翼。所谓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代表它末端它是可以改变它的方向的。也就是说，你追踪它的前半场，那也就是它的弹道的话，你未必能够预测到说它真正攻击的点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以色列，那透过卫星掌握它的一个发射地点，不过它是一个车载的，也就是你掌握的就那一个时间点而已，可能等一会儿就开走了。那另外呢，我们讲到一个霍拉姆沙赫尔的这个飞弹呢，这个飞弹其实更妙，也就是怎么说？因为当初他所公开的资料是打2000公里，结果他打到哪里？他要打到哪里了？他要打到迪亚哥加西亚岛了。那迪亚哥加西亚岛到底距离伊朗有多远？距离伊朗3862公里，意思也就是什么？他公布的距离跟他实际可以射到的距离，其实差了将近1倍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啊，他那个时候对于迪亚哥加西亚岛其实发射了2枚，一枚那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以战代测啊，那就不见弹了。那另外一枚呢，其实美国发射了标准3型的飞弹进行拦截。那为什么要拦截？因为快打到迪亚哥加西亚岛了，所以要拦截啊。那这个如果按照美军的说法说，哎呀，那它还很远的话，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要花400万美元的这个标准3型飞弹进行拦截？那是快要打到了才会做这种拦截的行动。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霍拉姆沙赫尔的这种飞弹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弹头而已，它是有级数弹头的。那我们之前呢，在这一个有关于约旦或者是以色列上空，我们都会看到这样像火树银花这种，这个就是级数炸弹。那它的级数炸弹也不是一种，那它有很多种。那如果配备这样的一个弹头的话，它几乎可以打那个80枚啊。那也就是我们讲到说，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实际上的数据，那其实伊朗做了非常大程度的一个隐瞒。是，好，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看到的美伊战事的一个最新的战况哦，还有伊朗的各式飞弹的武器的做解析。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现在美军传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让包括了他的家属哦，还有非常多的海军的退役的将领都非常的不满，就是呢最新消息，美军伤亡数字开始做下修了。
他曾经公布了说，目前打到现在，美军死亡名单有18人，但是最新他把它调整成14个人了。当然，他也给出了理由说，减少了4个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伊曾经在4月份停火，在停火之后的数字就不列入死亡人数当中了。这消息一出，这个军人的家属就非常痛心哦，痛批说美军盖牌，愤而要求检讨。那这一位是海军的退伍军人，他叫做斯塔莫斯，他也认为说下修这个数字，牺牲的美军的人数实在令人厌恶又作呕。杨老师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更改数字？基本上这个当然其实就是遮掩嘛，那当然就是对军人的不尊重，因为你到4月7号就停，可是你1月17号开始跟伊朗在瑞士进行和谈，然后呢，你7月7号又通知国会说你现在对伊朗再次的采取行动，这根本是一连续的这个战争。那之前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跟参议院都通过决议案，要求你立即撤军。那你说，我们4月7号就停了，所以军队已经停止攻击，那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然后你从7月7号开始的行为，美国的众议院又通过一次法案，要求你立即要撤军。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事件，你不全世界都把它当作就是美伊的这个战争，从2月28号打到现在为止嘛，只不过是打打停停。结果呢，你为了要让数字好看，说我们死的人比较少，那你对那个最近死去的4位美国的士兵是怎么看待呢？相关的这个待遇处理或整个数字的计算，那是不是因此会有改变呢？所以我觉得你这种为了要让数字好看，而避免造成更大的民间民意或者是国会的压力、媒体的压力，你刻意的扭曲，你根本不尊重美国人嘛，你不尊重美国军人。那美国军人还要这个上战场为美国而死吗？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缺乏战略而又战术失误，最后你战争其实已经是失利失败，然后进行和谈。那因为你不愿意伊朗再崛起，你不愿意伊朗成为中东强权，你不愿意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你不愿意伊朗威胁到以色列，所以呢，你要再打下去，再打下去，这死了4个人就大笔一挥不算，因为伊朗战争结束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战争，那给我一个名称呢？这叫什么战争呢？对不对？对。那事实上，你现在只是暂时的停火，那这个暂时的停火，你看到伊朗的回击依然是这么的强烈。那后续如果还会有人伤亡，你是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所以你会让美国人以及美国士兵会非常的心寒。我觉得接下来在参议院里面会再一次的通过决议案，要求川普你要立即的撤军，美国人不支持打这场你要去删掉数字的战争。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来看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博弈，中国大陆的6代机杀入了天空。今天会来特别看到第5架的原型机歼36曝光了。狂飙做测试之外，还包括了5代机，今天也会来看到，包括了它的歼20扩军千架，歼35也要来全面量产。美国的空优霸权面临最大挑战吗？如果观众朋友来跟我们做互动留言，如果您认为美国的空中霸权面临挑战，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可以领先好一阵子，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中美的新一代的空战力量来做一个最新的比拼。最新消息是中国传说中的第6代战机，也就是它的歼36了。画面上我们看到第5架的原型机，现在疑似已经投入在做测试了。
也代表说大陆的6代机的发展，可能从本来只是概念啊这种验证型的，结果呢，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做测试了？包括了多架的原型机跟它的新构型，都已经到了验证的阶段了吗？好，今天赶快来看到歼360有哪一些细节，等一下也就这些细节跟战力的部分，请舰长来带观众朋友稍微做一个深入的解析。首先是它有这个无尾翼的一个逆中设计。它取消的是传统，它是这种垂直的尾翼，它现在没有了嘛，也代表它的这个雷达的反射面积变小了，那么可以降低飞行的阻力，也提升它的逆中的能力。这个是第一个，在它的尾翼部分做的改变。第二个是它现在用到了3发动机的一个配置哦，显示呢它现在可以追求更大的航程，以及搭载更强的雷达电子战系统。而作战半径的部分现在是来到了4000公里，我们看跟歼20来做比较，歼20只有2000公里，而美国的 F-35AC 的作战半径更只有1000公里，所以它的作战半径可以说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最后我们来看到它的超大型机身也可以容纳更多的它的内置弹仓，以及更高功率的雷达跟电子战的设备等等。如果相关技术成熟，现在也代表说中国大陆空军的目标已经不是追赶 F-22、F-35了，而是在提前卡位下一代的空战规格吗？好，有关于歼360的部分，舰长如何看它的战力，还有它已经在做实战化测试了吗？会改变未来的空战实力美中之间吗？您如何看？刚刚主持人告诉我们啊，也就是这已经是第五款的一个测试机了，也就是它做了非常多的不同型的一个部位的改动。那这个也是透过每一次的试飞做不同的一个修正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一架飞机，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成飞6代机。那可是每一次那它所展现出来的都不太一样，所以非常多的照片啊。那但是呢，其实这就是一种飞翼设计，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烂打的这种飞翼设计。这种飞翼设计，也就是如果它遇到这一个雷达波从正面而来的话，那其实它不会像以前无论是三角翼或者是这种器型的机翼的话，它都会进行反射，它都直接的向后折射。这是为什么使用飞翼造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另外，没有垂直尾翼的话，那个垂直尾翼原来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雷达截面积，现在也可以进行收敛。那这个第五架原型机，它反而改得更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架，第一架的原型机。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把原来它的一个排气口做了更多的收敛。那这个收敛的原因在于说，它想要减少这一个红外线的一个反应的那个溢出，也就是当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大家一直讲逆中战机，那它其实不隐形啊，那它是逆中。那逆中它除了我们讲到的这一个雷达的一个截面积要小的话，那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它的红外线的反应也要小，也就是它慢慢的改回它原来最原始的设计了。那其他有关于这个3个发动机啊，这个弹仓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都只是揣测而已。但是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影片，在这一个庆祝这个运20服役1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他说我们先加6爷，6爷其实他指着也就是轰6的一个轰炸机，他说再加小6，小6是什么？小6其实也就是歼36。大家觉得中国大陆它的一个设计还停留在只是做这一种战机的设计吗？其实不是啊。如果我们透过看这一个南华早报的话，南华早报其实它有关于这第6代战机的部分呢，他说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准备6代这一个逆中战机如何落舰，他连落舰系统都已经设计好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其实当这个论文出来的时候，它都已经 delay 大概3年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南华早报的报道，那当然
小舰长有必要要把这个原来的论文挖出来。他说直接基于直接力的飞翼布局，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6代机啊。那舰载机精确着舰控制，那这个是在航空学报上面。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一个部分，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实际的画面，我们来看到他的画的这张图，你觉得他在隐喻哪一架飞机？当然就是歼36，而不是歼50。那它这样的一个设计着舰呢，所以它是不是来搭配004的一个航空母舰的部分？而且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而且我们继续看的话，它模拟到了6级海象，而且它这一个整个着舰的位置在第3号阻拦索的部分，它是以公分作为误差计算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啊，大家有人说，都是美国做 PPT， 然后中国大陆来实现，但是6代机美国没有 PPT 啊，美国的 PPT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它的 PPT 是这一架圣诞树，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之前在51区看到的 F-47， 但是这是波音1990年代的设计。好，刚刚看到的是歼36它的一些细节哦，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服役前，我们也要来看到说，未来中国大陆的空战，如果说就是它的6代机搭配五代机的话，又会如何来同步推进它的空优的实力？好，所以现在来看到有关于5代机，我们看到2款，第一架是歼20，他说它的数量已经突破了500架的规模，甚至朝2030年1000架目标迈进，所以量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是可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歼20它的升级的部分，包括了它的机背结构、气动还有电子系统进一步升级。最重要的是，它现在搭配的是涡扇15发动机，可以提升它的推力跟超音速的巡航能力。第二架飞机，带光朋友来看到的是歼35了，现在说被拍到大量的绿皮机做测试，是不是也进入了量产阶段？那如果我们做一个统整，5代机加6代机，也就是歼20开始，它主要负责高端制空、远程突袭；歼35中程的多用途作战。最后是 CG 下面这一架这个是歼36，会成为下一代的空战平台。5+6会如何缩小跟美军在空优实力上面的差距？那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在这个战机发展的这个路径跟步骤就是第5代在服役，第6代已经在试飞，那么第7代可能就在做研究了所以它是有节奏的，不断的在推进它的这个空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战力那么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先不要讲第6代，就先讲第5代好了。就我给大家一个数字美国在全球的第5代战机大概就是2款嘛，一款就是 F-22，一款就是 F-35。F-22目前为止它在全球大概有180架那么 F-35它在全球有800架，那么这是它全球的部署我说过，因为美国大家看起来这数量很多，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因为美国管的又宽又广，就差没有管到宇宙去了，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美军各式各样的基地那我们就不要看别的地方，就看亚洲就好了。美国的第5代战机在亚洲部署了多少？美军自己可控的FS-22加 F-35，在它亚洲各地的基地，包含日本好几个空军基地，大概加起来整个亚洲地区，它大概有100到130架是美军自己可控的。如果你把这个亚太盟国美国的盟国什么南韩这个各地的这个盟国的 F-35的这个或 F-22都加起来，大概有130到150架，所以现在美军的第5代战机在亚洲地区大概是250架，这是美军在亚洲的部署。那你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的第5代战机，这个刚才小舰长帮大家介绍过了嘛，歼20、歼35，中国大陆大概现在有500甚至美国有一些智库是预估到600架了，它已经有500到600架的歼20了，然后呢再包含这个歼35，现在大概是30到50架，而且如果开始进行全面量产就造军舰都可以像下饺子了，造飞机大概也没有太难那么这个数量会大幅的提升。那现在你看到的6代机的这个研究，我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歼36的原型机开始在试飞了，而且试飞了好几款了。可是美国自己的6代机，刚才小舰长提到的这个 F-47，它要取代 F-22。然后这个 FAXX 它要取代这个F-18的大黄蜂，这2款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预计在2028年才要首飞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2026年。中国大陆的第6代战机就已经在原型机试飞了，可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2款要到2028年可能才可以进行稳定的首飞。那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数量问题，还是我回到上一题跟大家讲的，这是主客场的问题。就中国大陆没有打算去侵略美国。现在如果这个中美会发生冲突，那一定是在西太平洋，那一定是在中国大陆自己的门口。所以主场是中国大陆，客场是美国。所以美伊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啊。现在不是说你全球有多少战斗机，你就有压倒性的空军优势，没有的。当你是客场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更不要讲说美军在亚洲只部署了最多就250架了。就如果一旦发生冲突，伊朗怎么对美军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中国大陆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美国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所以美军的空中优势在面对主客场差异的时候，几乎发挥不了太多压倒性的功能了。好，这是美军，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在空战方面，它处于劣势的部分。那我们也来看看，那 F-22跟 F-35是美军的5代机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2款战机，那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 F-22。它主要是面对它的数量有限，而且生产线已经完全关闭了，这个是 F-22。再来 F-35呢，它的问题则是它的成本太高了。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也做了一个统计，生命周期成本 F-35来说大概是2兆美元，主要集中在这个后勤的维修跟升级等等。所以面对歼35来势汹汹，接下来美军它的空中的优势还有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刚才前面2位都讲得很清楚有针对美国这2款跟中国的2款第5代机F-22、F-35以及歼20和歼35。我觉得在4个层面如果双方真的要只是来做这个对比的话那4个层面，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遇到很大的这个状况。第一个层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在它的性能表现以及数量。以及整个全球的布局而言，其实美国现在碰到了撞墙期。也就是说，虽然 F-22这个180架，可是它已经停止生产。但是呢，歼20呢500架还是在持续。那你当然这是一个2种不同的高低搭配在就是 F-22跟 F-35以及歼20跟歼35之间，可是基本上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功用。虽然 F-35跟歼35各自它在陆空甚至海的运用层面都较为广泛、较为灵活，但是呢，比较大型重型的 F-22跟歼20仍然有它长程拦截以及就是相关的这种就是功用。所以以这个比较而言的话，以美国的这个 F-35的全球部署，虽然它多达到800架，可是呢，它并没有优势。第二个是。美国是全球部署，大陆只是在西太平洋，就区域而言，你马上就高下立见。对。那第3个呢？现在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它的那个 Block 4的升级也是碰到撞壁，就它基本上 F-35的生产现在只是量，但是无法提升值，那也碰到一个最大的这个困境。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大陆的稀土的管制也对 F-35的制造产生的影响。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那讲到2个概念，一个中程僚机，还有呢，也就是所谓的这种相关的，像是霹雳15、霹雳17的这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空对空的这些飞弹，那其实这个比较也是高下立见。那当然，中程僚机你更进一步到第6代的相关的这个就是战斗机的时候呢，它的差距就说不定更明显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
川普的100日危机倒数，政权倒数警钟吗？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数据，59%的人都预测了民主党这一次在期中选举会夺回众院哦。另外，川普为了要显示自己还行哦，强化打他的贸易战，现在也对付到了包括欧盟到中国大陆都对他们开战，能够救回川普自己的王朝吗？今天就这个议题做一个深度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如果您认为说川普的关税战能够救回自己的民意，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没有办法，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这一场美国的期中选举倒数正式的进入100天了，现在最焦虑的人是谁呢？就是川普自己了。他原本高喊的是美国要再次伟大，但是现在面临了他回到白宫以来最大的政治压力。一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具体民调不断的下滑，另外一边是共和党期中选举进入倒数，现在说众议院的控制权可能已经不保了。如果说众议院到时候真的失去了控制权，包括了这个共和党他没有办法再控制的话，会面临到是国会针对于川普的调查，甚至是弹劾的压力，这个都要再做持续观察的。而白宫现在拉警报，就是在川普的期中选举有许多的数字都告诉他很危险了。首先，我们看到在中东的政策部分，川普的中东政策让民众非常的不满，65%的选民都不认同他对伊朗的政策，而且近80%的人认为说冲突根本难以迅速的落幕。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众议院会不会易主呢？这个也是川普现在目前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一份民调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这个众议院的几率已经提升到将近60%了，而原本川普的优势，其实呢，他主打的就是说，我要给美国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环境。但是现在美国面临的包括了通膨、经济跟移民等等的问题，本来是强项，现在民众对这些项目就特别的不满。而最新有关于川普的支持度的部分，赶快来看到，现在竟然只剩下36%到37%了，不支持度高达了大概50%，独立选民与温和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也在持续的流失，不再支持川普了。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白宫想说，在中东这个地方受挫，所以是不是转换一下这个民众的注意力？他们再度的祭出的是301的关税条款，希望透过政治把焦点拉回到美国，我们还是可以对外非常的强硬的。所以最新一波攻势锁定的就是欧洲国家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欧盟呢，川普呢因为不满欧盟对 Google寄出了反托拉斯的处分，所以他说要做这个301的大调查，并且说我接下来会对欧盟来加征大幅的关税，还痛批欧盟说你们掠夺了美国的企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先前除了对于欧盟开战之外，川普的301调查也对全球60个经济体课征大约10%的关税哦，并且川普还说呢，接下来我还要任第3任的总统。要知道宪法是不可能让他就是做超过2任的，但是现在呢，他说我要做第3任，他还说第2次会比第1次好，而且他说第3次甚至会更好哦，引发了许多的争议。来看到支持度，刚刚提到了嘛，现在只剩下30%的民众支持他，而净支持度来看到竟然是负的25%，而且民主党很可能夺回众院，几率高达60%。川普还说要做第3任，杨老师怎么看？他真的想做第3任，甚至第4任啊，因为美国总统的这个历史上有人做到第4任，那就是罗斯福总统。所以在1951年的时候，美国才修改宪法，他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的修正案里面讲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可以超过2次选上总统，2次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做8年，不管你中间是不是有下来，你是连任也是2次，你中间隔一个，像这一次川普1、川普2也是2次，所以宪法基本上没有这个空间了，应该来说。那他为什么要提第3任甚至第4任呢？我就有3个因素。第一个，他真的想做，他想试试看这个空间。第二个呢，他要激励 MAGA 的这个凝聚力，支持他。当然这也就是为了年底的期中选举的这个选群。那第3个呢，我觉得他其实是为了防范跛脚效应。这个防范跛脚效应很重要哦。因为他大概已经预见到年底的选举
其实真的不是伊朗战争，美国选民对伊朗战争其实不是很有感，你知道吗？比较有感的是经济比较有感的是他的一些发言，那以及油价这些问题。那民主党其实是来势汹汹，虽然民主党自己问题也多，可是呢，有一些州其实真的是看到这个过去犹太金主的钱不再像以前这么的有效，有些地方有用，可是他现在大家没有办法100%知道说到底民主党在众议员选举今年是不是能够赢过共和党，但有可能翻盘，所以他就是担心说，一旦翻盘，是不是接下来就变成掰咖了，就变成跛脚总统了？所以这3个因素了，他自己真的想做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他这个真想做的这种态度那第二个是说他要激起这个支持度，以及面临到这个选区的凝聚力。那第3个呢，就是避免他要掰咖。有没有可能真的22条能够去跳过？第22条要修正根本不容易。第一个，参众两院的议员要2/3通过，而且要再送这个就是各州的州议会要2/3以上的通过，或者是所有的超过2/3的州议会共同要求修宪，然后呢4/3以上的州议会通过，那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还有一招，也就是他做万斯的副总统，要担任副总统，然后副总统就位1天，然后说我身体不行，然后由副总统来继任，那这个也过不了最高法院的那个违宪审查那一关。还有一招，也就是他去这个被提名担任众议院的议长，因为众议院议长不一定要被直接选举出来，可以被提名直接选任命的。然后呢，由众议院议长排名第3嘛。总统、副总统就是，然后众议院议长，那这个当然这都是异想天开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其实都已经想得很清楚，各种这种可能的灰色地带，他去思考。但是你不要忘记，在美国的这整个制度美国的人民以及民主党不是在那边就是等着你继续当第3任或第4任的总统，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凝聚选情的这种支持，以及避免他自己再一次变成掰咖总统。好，所以川普这个时候要救自己的期中选举，也是凝聚选民的支持，所以喊出了我要当第3任甚至第4任的总统。那另外一招就是是不是可以透过关税战来再次的展现说，我虽然中东失败了，但是我在这个方面经济战还是可以很强硬的，我可以对60个国家课征10%的关税，启动301调查，能够帮助选情吗？还是只是推升物价？那委员又怎么解读？对啊，就是刚才这个永明老师讲的就是说，其实川普在抛出他要做第3任或第4任，其实当然就是为了要拉抬他在 MAGA 的这个凝聚力跟支持度因为他在 MAGA 的这个支持度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陷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了嘛，连过去最支持他的这个电视节目的名嘴像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都公开讲，他说川普对美国完全不忠。川普为了一个外国势力背叛了美国，这是 Tucker Carlson 讲的，就是过去最支持川普的人都讲这个话。那么当然就不得不让我们对于川普接下来的选情会捏一把冷汗其实就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看，我当然希望川普可以做第3任、第4任、第5任、第6任，最好一直做到死为止那但是我刚才听到永明老师已经把川普可能采取的路径大概都做了一次的分析，那我就真的不得不要替川普捏把冷汗了，就希望他还能够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能够继续做下去。那我要回过头来讲，就是的确刚才永明老师说的没有错就美国人对于伊朗他其实根本不知道的。最近的一个民调去调查美国人，不到30%的人知道伊朗在哪里其实这也不意外啦，你就要调查台湾的民众的话，他大概也不知道伊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说对美国人民来说，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他的生活可是关键就问题来了，就是目前为止美国的通膨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当然是因为伊朗的问题，当然就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果所以现在对川普来讲你说他要来苛征301的关税，真的能够达到效果吗？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就在今年5月就是今年美国5月的这个贸易逆差到了多少？到了776亿美元，比起4月增加了42.2%。如果你拿今年的5月跟去年的5月这5个月来相比，
虽然有小幅下降了不到10%，但是这个上升的趋势如果持续的增加，今年的贸易逆差搞不好还会超过去年的。所以从这一点你就会看到说，川普本来想要用苛征关税逼的这个所谓制造业能够返回美国，然后这个掠夺全世界各国的这个资金跟保护费，让他们来投资美国，希望这个解决这个贸易逆差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个能够达成的可能性并不高，更不要讲说各位知道美国的国债，我就最近在看它什么时候要突破40兆了。已经快了，现在已经39兆多了哦。就美伊战争再继续打下去的话，很快就突破40兆了。所以大家回过头来看，现在对川普来说最大的隐忧是什么？美国的股市跟能源的价格是他接下来选举最大的隐忧。美国的股市现在面临了 AI 产业开始进行全面盘整，所以大家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起起落落，这个起跌涨跌很大哦，那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前景都很模糊，并不乐观。然后你再加上现在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美国在这个 Fed 在今年9月恐怕也不敢升息。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通膨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哦。尤其美伊战争未解，那么能源危机持续存在。那这些东西都会对川普接下来的期中选举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还是那句老话哦，就川普走到了这一步也不容易了，就他自己跟他的团队每天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本来想帮大家罗列一下说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可是我跟他写一写，发现实在是罄竹难书，写不完哦。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宝来担任美国总统哦，我当然是乐观其成的了。好，所以眼前美国人看到的是包括了经济问题、能源问题，还有中东问题等等。那其实现在整体的民调，这个 MAGA 派其实还算是比较稳固的，但是包括了独立选民，还有这些比较温和的共和党的选票已经在流失了。那接下来川普他会怎么做？这个有办法透过加强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关税战等等的方法来继续的凝固他的 MAGA 支持者吗？或者是说炒中国介选等等？那舰长怎么看？其实川普真的想选2028。我们从他日前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面，我们看到他戴着这个帽子，上面写的就是2028。那这个帽子，那也就是他最后还把这个帽子直接丢给记者，意思就是说看看是不是2028。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哦，这个现在呢，川普他等于是在热炒这个有关于中国大陆介选的问题啊。那其实大家如果回忆一下，真正介选的当初在讨论的不是中国大陆啊，是俄罗斯啊，真正在介选的是俄罗斯。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想要试图用这种方法转移焦点，可是 MAGA 不傻啊 ，MAGA 仔细一想啊，俄乌战争还在打，伊朗战争油价还在涨啊。那现在呢，如果说川普他又要开启另外一个战场，也就是中美的这个全面性的这一个激化的竞争的态势形成的话，美国的以现在的国力还撑得下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就已经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实力已经展现了，也就是有关于之前川普总统那个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承诺了200架的波音客机，现在中国大陆进一步要求200架的这个波音战机，你必须要能够保证未来的零附件的供应以及售后的这一个维护。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想到了，我现在给你买200架，以后呢你就开始出口限制，那我这200架不就白买了吗？所以那这个也就代表中国大陆已经预防在各个方面预防川普的翻脸了。那但是川普是不是能够直接的能够在这个期中选举之后掌握这一个参众议院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是《经济学人》他每周做的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民意调查，我们看到川普又跌了0.4个百分点。那这跌的0.4个百分点，我们看这个就是比较粗的这条线，它就是一路下跌啊，从来就没有再回头过。那比起他的川普第一任还要糟糕。那比起这一个他一天到晚去讥笑的这一个前任总统拜登，其实自己差更多。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美伊现在暂时停火，但是幕后的原因曝光了，主要的原因是美军的飞弹见底，所以川普急喊卡。另外还有最新的情报指出呢，威胁国安是说这个飞弹的库存因为告急已经威胁国安了。另一方面，川普现在暂停这一场计划。暂停停火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密谋要派1000人军来抢9吨的浓缩铀。皋山难道会成为最后美军的坟场吗？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美伊暂时停火，我们来看到双方是不是根本如专家说的，更是在准备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呢？我们先来把重点看到现在目前最敏感的荷姆兹海峡问题了。好，来看到伊朗的官媒最新说的，一艘没有依照指示航行的油轮在波斯湾出口遭遇了爆炸，疑似是跟水雷的攻击有关系。难道是伊朗部的水雷吗？川普他其实曾经就这个伊朗的在荷姆兹的事件，他有做出警告说，如果你真的敢再攻击荷姆兹的船只的话，我们美军会轰炸你伊朗的电厂等等的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个油轮被炸了，到现在川普安安静静，没有任何的声音。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警告了，过去24小时，他们有发现一共是4艘的船试图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南侧非法，而且在这边的一个航道做通行，所以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给鸣枪示警之后，立刻拦下。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掌握住整个荷姆兹海峡哦。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美伊暂时停火的期间，荷姆兹的掌控权仍然是最大的分歧。目前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伊朗跟阿曼未来会来瓜分这个主控权吗？他们现在呢，双方正在谈的问题呢，是朝一个正面的方向做发展。那在讨论包括了海上的交通，接下来要怎么一起来做管制呢？那商船要怎么走呢？还有这些水权，到时候怎么划分呢？现在根据双方初步谈判的结果，将会分成2套的规则。首先，我们看到在南侧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属于阿曼这边的水域，商船现在说可以自由的通行，但是注意了，在北侧，未来会由伊朗这边来做管制，船舶必须要向伊朗提出申请，取得许可才可以做通行。至于大家关注的有关于通行费的部分，伊朗现在还是保留有关于管理跟审批权，也就是说还没有就通行费多少钱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跟这个价格的谈判。那么现在荷姆兹的另外一个威胁就是专家说的 Q4 油价恐怕飙破$120大关。我们先来看到有关于伊朗跟阿曼这边的谈判，等于把水道分成2边，可能达成共识吗？不仅是他们双方谈好，川普有办法去做介入吗？那委员又怎么看？对，我觉得现在伊朗反过来在对川普进行极限施压了哦。我记得我们上周在这个节目也有讨论过，说当时沙特去攻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机场跑道。那么当时我就提到说，沙特可能跟美国强烈的怀疑伊朗准备要联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去封锁曼德海峡了。那前几天大家如果看到媒体报道，就可以看到说，的确证实伊朗已经派了军事顾问，也提供了相对的设备哦。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随时可以启动封锁曼德海峡了。所以现在伊朗在玩的就是极限施压，川普怎么对伊朗，现在伊朗就怎么对川普了。所以一旦这个胡塞武装组织真的去封锁了曼德海峡，它现在已经半封锁了，它是针对沙特的船舰油轮了。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态势形成了，那全球的能源价格马上就要飞涨了。现在布兰特原油已经到100以上了，接下来你破120都不是没有可能哦。那就间接会影响到了美国国内，会冲击到川普接下来的状况了。所以其实伊朗也不笨哦，他在这个极限施压的同时，他现在在玩跟川普一样的把戏。我一方面极限施压，我另外一方面呢释出了另外一个讯息，说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荷姆兹海峡一人一半嘛。这个阿曼一半哦，我一半哦。那阿曼是南端，我是北端哦。那么阿曼的这个要不要收钱，要不要自由航行，你们自己说了算。
我想阿曼大概自己也不敢去收钱哦，那么他怕被美国炸。那你说这个伊朗呢？他说那我拿了北端，可是各位知道那个荷姆兹海峡，如果看一下那个地形图哦，最窄的大概就39公里啊，那个北端还比较宽，南端很窄哦。所以呢，南端可以通过的这个油轮的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如果大家要排队过南端的话，这一样是一个旷日费时的事情。所以伊朗当然嘴巴讲得漂亮，说南端让给了阿曼哦，但是事实上他掌握了真正的主要航道就是在北端。那你说这个川普会不会接受哦？这对川普来说，他当然是一个选项哦，但是问题是，他如果真的接受了，美国国内的民众跟媒体也不笨哦，那么大家一定会去追责，就是那到底我们这场战争打到最后赢了哪里呢？就原本该做的都没做到，伊朗政权没有轮替，这个浓缩铀也没有拿回来，然后呢，现在还失去了半个荷姆兹海峡。那这对这个川普来讲，恐怕就是这个碰了一鼻子灰的事情哦。所以你说川普要接受，我看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我可以先初步的判断哦，就是说接下来呢，可能还是在一个就是川普跟伊朗大家各说各话、打打停停的状态。但是就回到我先前讲的，伊朗做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了。那你接下来就要看看川普在这个极限施压之下，他到底要不要吞下来哦？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下这个台？我觉得这恐怕是考验川普最大的一个危机了。如果他不下这个台，他要陪伊朗一起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的话，那我真的就要说，这个川普也不用选第3任了，美国的国力就完了。好，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哦，就荷姆兹海峡跟红海的议题是不会让步于美国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美伊现在暂时停火，没有在做打，这就没有再打了，是不是双方也在备战？要准备进行下一波更大攻击的战争呢？但是此刻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它也面临到许多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川普要停战？现在有多方的原因指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弹药库是不足的。还有第二个，波斯湾盟友的反弹，还有第三个。情报显示，包括了副总统范斯跟他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对于战事升级都表示非常的不安。那么，川普针对于弹药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拥有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任何国家，也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白宫提出了警告说，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最新的爱国者跟萨德系统的拦截消耗数据都是真的这么少的话，是会威胁国安的。那目前我们今天也掌握到了最新有关于美军的防空武器的库存，我们看到 CG 确实面临很大的压力，爱国者消耗最高达到了50%，萨德同样50%，另外就是 SM-3这种海基的防空飞弹消耗也有2到3成左右。所以我们看到雷神公司最新说了，拿到30年来第一笔的美军 GEM-T 这一款的生产的订单，用来做的就是爱国者2系列的订单，目前仍然可以生产跟爱国者3一起未来混合做部署。所以停战的原因是因为美军的军武库有很大的一个缺乏吗？杨老师怎么解读？我们看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啊，尤其是近期俄乌战争到美国伊朗的战争，很深的3个感触。第一个，我觉得战争的伤亡代价太高了，对，就是陷入到战争的社会老百姓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第二个，战争的整体的代价也是非常高，因为它会造成地缘政治、国际经济、能源的影响冲击会非常大。那通常不太容易一场战争像过去一样就很快的结束。因此，第3个呢，很悲哀的是，那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战争史。发动战争的政客永远不会缺乏动机跟理由，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当中，都打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 PAC-3 我们台湾也有这个 PAC-3呢？还有 PAC-2啊，就是爱国者2型跟3型。因为爱国者3型500万一枚啊，它是这种就是所谓的 hit and kill。可是呢，爱国者2型只要200万一枚啊，而且爱国者2型制造的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它已经开始一直都有大量的提供给海外的爱国者2型的提供，所以你现在要爱国者2型就重新启动，然后呢补足在伊朗战场上的这些库存的不足，这是美国现在可以做得到的，比较节省300万。对不起，人家伊朗的无人机是多少？是2到5万，那飞弹呢也大概就是几十万，造成现在的冲击。我们刚才
的画面都很清楚。所以你现在的在比库存、比消耗是没有用的，而且美国更消耗的是整个全球的能源、经济跟未来美国的霸权啊。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我们刚刚讲了嘛，美国停战的第2个理由，刚刚杨老师帮我们看到是停战的第1个理由是因为武器不足，第2个理由是他是不是要准备另外一批更大规模的总攻，也就是说他们会派特种部队跟大批的地面部队要深入伊朗的皋山的核设施，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最新爆料，说美军要把浓缩铀给取走，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我们看到 CG 包括了他接下来要面临的4大的难处，包括了第一个外围的风控，第2个工程的破障，它必须要清除这些鬼雷爆裂物，才能挖入到入口的深处。再来核材的接管，特战的小组要进入到设施，定位、封装、搬运浓缩铀，最后是陆空的撤离，要打造一条空中走廊。那现在也点名说哪一些部队会派出去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名单，包括了海豹6队、银色中队、第2季游击兵营等等，还有陆军第21军械连。吕舰长怎么看？我先补充一下有关于为什么美国要回头买 Pack 2的部分啊，也就是爱国者2型的部分。最主要的是爱国者2型比较便宜，而且爱国者2型呢，它的作用跟3型完全不一样。3型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印刷商，那个它必须靠这种侧推系统，那它才能够直接的做成平行对撞弹道。可是2型不用，2型用的是杆炸。那杆炸跟这个我们讲到侧推的部分，中间缺的是什么？中间缺的就是稀土，美国没有。那至于说有关于登陆的部分呢，其实之前我们看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它就做出这一个图。